在强国林立的时代，你是否能想象，那仅占地约2平方公里的摩纳哥竟能傲然屹立，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流传至今？这奇迹般的存在确实令人难以置信。然而，这个袖珍的国度不仅屹立不倒，还以其繁荣富足而闻名于世。摩纳哥之所以能够安稳地存在于这片土地上，得益于法国的保护伞，而两国之间之所以能和平共处，全靠一纸条约维系。但尽管如此，摩纳哥仍面临着被吞并的潜在危机。2014年，查伦王妃诞下的龙凤胎为摩纳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，其中雅克王子的降生不仅为摩纳哥王室带来了合法的继承人，更在关键时刻拯救了王室的命运。雅克王子的到来犹如一道曙光，照亮了摩纳哥王室一度暗淡的未来。这背后隐藏着摩纳哥与法国之间一个100年前的协议。协议规定，若摩纳哥元首无嗣而终，这片土地将并入法国。100年前，摩纳哥的存亡就曾悬于一线，阿尔贝二世的爷爷就曾因无子嗣而险些失去国家，因此历代亲王都对此事倍加关注。因为王室的传承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，为了国家的未来，兰尼埃3世亲王经过深思熟虑，最终选择了美丽的奥斯卡影后格雷斯·凯利作为王后。1956年，他们举行了一场如梦如幻的婚礼，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，也让人们对摩纳哥充满了好奇。格雷斯王后很快为摩纳哥王室带来了新生命，一双儿女成为了国家的未来，而作为接班人的阿尔贝二世更是备受瞩目。他在众人的期待中长大，成为了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大学的优秀毕业生，并荣获名誉哲学博士学位。同时，他还是一位体育爱好者。然而，他的私生活却备受争议，绯闻不断。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便是他与巩俐的绯闻。在登上王位初期，阿尔贝二世更是毫不掩饰地认下了2个私生子。然而，随着他逐渐承担起国家的重任，他开始变得稳重起来，开始关注王室的传承与未来。而他的转变离不开他女友扎伦的陪伴与帮助。查伦·维特施托克，曾经的泳池女王，在碧波荡漾的水中，她如鱼儿般灵动自如，不仅容貌大气迷人，因长期的游泳训练，她的身姿更是曼妙无比。她在泳坛中屡创佳绩，荣誉无数，甚至多次登上奥林匹克的赛场。然而，这位泳坛女神的命运却与摩纳哥的阿尔贝二世亲王紧密相连。2000年，一场游泳比赛让2人不期而遇，阿尔贝二世被扎伦在泳池中的矫健身姿深深吸引，2人因此结下不解之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的感情逐渐升温，最终在2010年6月23日，2人决定携手共度余生，开始筹备盛大的婚礼。为了成为摩纳哥人民喜爱的王妃，扎伦积极学习王室礼仪和法语，努力适应新的生活。然而，就在婚礼即将举行之际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却打破了所有的宁静。阿尔贝二世的风流韵事被曝光，私生子突然上门，这一切都发生在扎伦与阿尔贝的热恋期内。面对阿尔贝的背叛，查伦失望透顶，对这段婚姻失去了信心。在婚礼前夕，他选择了逃离。然而，作为王室成员，他们的婚事岂能儿戏？婚礼的消息早已传遍全球，各路媒体都在紧盯这一盛事。阿尔贝二世不能让自己的婚礼成为笑柄，更不能让摩纳哥王室蒙羞，因此他不得不将逃跑的查伦追回。2011年7月，盛大的皇室婚礼如期举行，查伦·维特施托克正式成为摩纳哥的王妃。婚后，他将重心放在公益事业上，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提升摩纳哥的王室形象。在他的努力下，阿尔贝的绯闻逐渐平息，摩纳哥王室也赢得了更多的尊重。而阿尔贝二世也渴望拥有一个合法的继承人，以确保摩纳哥的未来。在查伦的帮助下，他们共同为摩纳哥的繁荣与稳定努力着。在摩纳哥的宫廷里，虽然阿尔贝亲王有2位子女，但依照法律，他们却无法继承那尊贵的王位。这样的法律限制无疑为摩纳哥的未来增添了一抹不确定的色彩。尽管法国与摩纳哥在2002年达成了新的协议，或将不再以王位继承问题作为2国合并的筹码，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，培养一位合法且优秀的继承人始终是关乎国家未来的重要事宜。幸运的是，查伦王妃为摩纳哥带来了希望的曙光，一对龙凤胎。这对双胞胎的诞生不仅让查伦王妃在国民心中的形象更加高大，
更为摩纳哥的未来注入了新的活力。雅克王子，他继承了前几代王妃的外貌优点，拥有极高的颜值。他那白嫩的皮肤和闭塞的眼睛，宛如一个精致的小女孩，即使是与比他稍大的乔治王子相比，也毫不逊色。当这对龙凤胎雅克王子和加布利埃拉公主早于预产期平安降生时，整个摩纳哥都沉浸在喜悦之中。在摩纳哥格蕾斯王妃医疗中心，他们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而查伦王妃看着这两个软糯的小生命，心中充满了母爱的温暖。2014年12月24日，这对双胞胎首次亮相，作为摩纳哥公民和公国友人们的圣诞礼物。他们的照片被公之于众，其中阿尔贝二世亲王与妻子、儿女的全家福照片更是显得格外温馨。随着这对双胞胎的降生，查伦王妃将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他们身上，而这两个小生命也逐渐成为了摩纳哥王室的一张活招牌。2018年9月，年仅3岁的双胞胎宝宝穿着精美的传统服装，手牵手走进摩纳哥公主安托瓦内特公园参加年度野餐。他们可爱的装扮成为了活动的焦点，为摩纳哥的王室生活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。在摩纳哥的盛大庆典上，加布利埃拉公主身着一袭红白相间的条纹裙，外罩天鹅绒系带背心，点缀着深色刺绣的围裙，宛如童话中的小公主。而她的弟弟雅克王子则身着金色装饰的背心，衬衫上系着蝴蝶结，鲜红的腰带增添了几分活泼。在他们身边，已经年满60的阿尔贝二世亲王身着棕色亚麻西装外套，神态自若，尽显从容。尽管这场庆典是摩纳哥全国人民的盛会，每年都吸引着无数目光，但真正参与的公民却仅占3%左右。庆典期间，不仅有优美的民间舞蹈和庄重的弥撒，还有特色烧烤等丰富多彩的活动，寓意着与民同乐的美好愿景。这对龙凤胎虽然外貌可爱精致，但性格却各具特色。加布利埃拉公主活泼外向，总是洋溢着阳光般的笑容，而雅克王子则显得更为内向，但他的乖巧懂事却赢得了民众的喜爱。尽管公主比王子早出生，但根据摩纳哥的法律规定，雅克仍是王位的第一继承人。这一事实让阿尔贝二世亲王倍感欣慰，因为他一直期盼着有一个合法且合适的继承人。与性格活泼的姐姐相比，雅克的稳重懂事更显得难能可贵。他的举止得体，言谈举止间透露着未来接班人的风范。因此，尽管民众对加布利埃拉公主也充满喜爱，但对于让雅克作为未来的王室继位者，他们更是充满期待和欢喜。雅克王子，这位摩纳哥王室的璀璨之星，不仅为王室带来了希望，更在父母关系紧张之际，成为了他们之间的桥梁。尽管大婚前的逃婚风波已逐渐平息，但阿尔贝亲王的行为仍让查伦王妃心存芥蒂。即便他为摩纳哥王室诞下了一对龙凤胎，这份喜悦也未能完全弥补他与阿尔贝之间的裂痕。为了寻找内心的宁静，查伦王妃以身体不适为由，踏上了前往南非的旅程。在那里，他仿佛找到了真正的自我，投身于公益活动中，与公益小组一同拍摄野生动物，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快乐。那段时间，他忘却了王室的种种纷扰，笑容也比在王宫中更加灿烂。然而，查伦王妃的长时间离开，让摩纳哥王室陷入了舆论的漩涡，各种谣言甚嚣尘上，甚至有人猜测阿尔贝亲王与查伦王妃的婚姻走到了尽头。为了维护王室的尊严和稳定，阿尔贝亲王不得不带着雅克姐弟俩四处奔波，试图打破这些谣言。他们频繁地参加各种公开活动，展示着家庭的和谐与幸福。阿尔贝亲王还不时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关于孩子们的动态，如妈妈，我们想你，龙凤胎的可爱日常等，以此表达对查伦王妃的思念和关爱。这些举动无疑是在利用查伦王妃作为母亲的柔软心肠，希望她能尽快回到王室。而雅克姐弟俩也在这场家庭危机中扮演了工具人的角色，他们的出现为父母的关系带来了一线希望。小小的2个孩子为了父母被迫营业，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么可爱的2个孩子，所以查伦王妃才会忍受花心的阿尔贝。即便是2人多次传出了婚变的消息，他也不曾真正放下，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归王室。说起阿尔贝二世，其实除了花心，也算得上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。作为袖珍国的摩纳哥，虽然面积小，自然资源稀少，
但是发展的确实很不错，多元化、高附加值和无污染的经济发展方针，使得第三产业发展显著，并且因为没有个人所得税而成为了全世界的避税天堂与赌城。从地理位置上看，摩纳哥南临地中海，背靠阿尔卑斯山，是全球著名旅游胜地。它的常住人口来自100多个国家，以马戏节、梨花节等享誉世界。虽然常驻摩纳哥的中国人并不多，但是来到中国的摩纳哥人却不少，被摩纳哥所吸引前去旅游的中国人也在日益增长。摩纳哥的店铺里已经逐渐开始聘用会说中文的导购。两国虽相距万里，诸多方面存在差距，但是两国之间的交流却并不少。而两国关系的升温，离不开摩纳哥元首阿尔贝2世亲王的多次访华。